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，主角是资深台湾艺人李立群。他曾是演艺圈中德高望重的老戏骨，出道于1978年，舞台剧、电视、电影三期发展，塑造过无数经典角色。在台湾，李立群以精湛演技和幽默风格受到敬重，早年拿下金钟奖等荣誉，甚至入围过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可谓风光一时。然而，这样一位资深演员，晚年却因为一连串两岸政治立场争议饱受风波，如今电影票房惨败，名誉扫地，晚景之凄凉，令人不胜叹息。有人直言，这就是报应，因为李立群近年来种种行为被视为舔共，讨好中国大陆当局，最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们不禁要问，李立群是如何从人人尊敬的演技前辈走到如今这步田地？他的遭遇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两岸娱乐圈众生相呢？李立群出生于民国41年，在台湾土生土长，凭借浑厚的嗓音与生动的肢体语言，他在舞台剧领域崭露头角，后来跨足影视圈，主持戏剧样样精通。上世纪80年代，李立群拿下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男演员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实力派。90年代，他参演电影《阿爸的情人》，演技精湛，入围金马奖影帝。那时的李立群在华人演艺圈享有大师级地位，后辈见到他都尊称一声李老师。可以说，在台湾演艺界，他是受人敬仰的前辈。随着两岸交流增加，李立群在21世纪初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大陆。中国市场广大，片约不断，他在多部大陆影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，例如在热播陆剧《温州一家人》中饰演关键角色，受到大陆观众的喜爱。李立群幽默接地气的表演风格，加上长者的慈祥形象，让他在大陆累积了不少粉丝。尤其是2022年上海疫情封控期间，李立群滞留上海，他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居家生活，露一手厨艺，幽默风趣的短片获得数百万点击。大陆网友亲切地称他为接地气的老头。彼时的李立群可谓两岸通吃，在台湾有资深艺术家的声望，在大陆也博得平易近人的口碑。然而，就在李立群看似事业第二春的时候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言论风波改变了一切。2022年，两岸关系因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而紧张。身在上海的李立群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敏感问题，如果两岸爆发冲突，他会如何选择？李立群当时脱口而出一句：“我会死守台湾。”这短短5个字，瞬间在两岸网络上激起千层浪。在台湾，不少人听到一位常年赴大陆发展的艺人表态死守台湾，感到意外又复杂。而在中国大陆，许多网友更是震怒，质疑李立群的政治立场。你人在大陆捞钱，关键时刻却说要留在台湾死守，这是不是吃饭砸锅，两面讨好？面对滚滚而来的舆论压力，李立群很快出面解释。他表示，死守一词并非指拿起武器上战场，而是表达对故乡土地的情感依恋，强调自己身为台湾人，纵使年老也要留在故乡，不会逃往第三地。他试图澄清，热爱家乡与政治立场无关。然而，死守台湾这句话已经深深刺痛了部分大陆民族主义网友的神经。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氛围下，很多人对他的解释充耳不闻，认定李立群是立场不清的双面人。一时间，铺天盖地的批评指责涌向这位70出头的老演员。李立群此前塑造的亲切老人形象开始崩解，他的微博、抖音等社交账号底下出现大量负评，甚至有人辱骂他吃里扒外。有些极端网友翻出他过去在台湾媒体上的言论，企图证明李立群就是墙头草。据悉，李立群一度不堪网暴压力，关闭了社交媒体账号以求平息风波。然而，关上网络，言路并没有让争议停止，更现实的打击紧随而来。他在中国代言的品牌迅速与他切割，中断合作，以免波及商誉。短短时间内，李立群的商业价值大幅缩水，过去争相邀约他的剧组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。为了挽回形象，李立群此后数次公开强调支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，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。他本人也力挺和平统一的立场。他大约是想借此向大陆观众示好，
消除立场不稳的标签。可惜这些补救发言收效甚微，许多大陆网友并不买账。在他们看来，李立群已经信用破产，无论说多少统一的场面话都洗不掉曾经说过死守台湾的原罪。一些台湾观众则对他反复表态感到反感，认为他为了讨好北京而违心发言。左右不是人，正是李立群当下处境的写照。经过2022年的风波，李立群在大陆演艺市场的发展基本停滞了一阵，但现实生活里他仍需要工作养家。到了2023年，李立群试图以直播带货的方式重新打开知名度，希望借由网络卖货重返大陆公众视野。在一次直播中，他坦率地表示，赚钱不丢人。这句朴实话语本意可能是表明自己愿意放下身段努力挣钱，无可厚非。然而，由于他之前的形象危机尚未解除，此言一出再度引发争议。不少人抓住赚钱二字做文章，批评他唯利是图。一些网友翻出他先前疑似说过再也不回大陆的传闻旧话，更加深了对他见钱眼开的负面观感。对于很多大陆年轻网民而言，一位曾表示要死守台湾的艺人，如今又回头在大陆直播卖东西赚钱，这种两手讨好的行径令人反感。他们直指李立群是两面派，嘲讽他只要有钱赚什么都能说。这场直播带货的舆论翻车，使得李立群本想付出的努力再度受挫。他在大陆的商誉跌入谷底，品牌不敢找他合作，新戏角色也寥寥无几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李立群几乎淡出了公众视野，一位昔日的老戏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，不甘心就此退休，但在大陆寸步难行，回台湾又没有明确的立足点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到了2025年，李立群终于情绪破防，因为一起谣言事件公开发飙。事情发生在2025年3月初，网上突然传出一则离奇传闻，有人称李立群的妻子放话，威胁要曝光大陆知名自媒体人司马南的黑料，声称此举是为了维护李立群的形象。司马南是大陆有名的激进爱国网红，过去李立群曾因评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而和司马南隔空对骂过，可谓结下梁子。这回不知从哪儿冒出的传言，把李立群妻子都扯了进来，称她要替丈夫出头对付司马南。李立群见到这种离谱谣言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他火速在社交平台转发辟谣文章，语气激动地怒斥造谣者无中生有，强调自己的妻子从未使用任何社交媒体，根本不可能发表那些言论。他在澄清过程中再次提到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死守台湾风波，试图解释，我说死守并不是要上战场拼命，而是即便老了也会守在故乡，不会跑路。言下之意，他希望大家理解他对家乡的感情，而不要再揪着用词问题批评他不爱中国。然而，李立群这番近乎哀求的解释不但未能平息众怒，反而引来新一轮嘲笑。大陆网友批评他反复无常，越描越黑，认为他此时重提旧事只是此地无银300两。一些人翻旧账提到他与司马南的过节，揣测他是在借辟谣之机炒作博关注。随着攻击言论涌来，73岁的李立群终于情绪失控。他拍摄视频，用近乎哽咽又愤怒的语调大喊，被人断章取义的滋味太痛苦，我爱国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从曾经谈笑风生的长者，到如今对着镜头暴怒澄清，李立群的形象彻底走下神坛。有人感叹，昔日和蔼的李老师变成了气急败坏的老人，这幅景象本身就透着深深的凄凉。就在李立群为舆论所困的同时，他还在事业上做出一个重大决定，希望借此翻转颓势，那就是投身拍摄一部带有强烈政治意涵的电影，借由艺术作品表态自己的立场。同时，他也借这个机会提携自己的女儿进军演艺圈。这部电影就是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《家的方向》。《家的方向》号称是中国首部呼唤两岸和平统一的剧情长片。事实上，影片早在2021年就已经拍摄完成，但不知何故搁置了4年，直到2025年才安排上映。李立群当年接演这部片时，大概还身处他在大陆事业的高峰期，因此欣然投入。电影阵容方面，邀请了两岸多位老中青演员，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李光复、孙桂田等资深演员。台湾这边
则由李立群本人以及李立群的独生女李媛媛担纲女主角。很明显，李立群是想借此片力捧女儿，希望让她在两岸影坛打开知名度。父女同台演出统战题材，再加上两岸取景的宣传噱头，听起来话题性十足。从剧情设计上，家的方向可谓用力的诠释两岸一家亲理念。故事围绕一只传信鸽展开，北京一个四合院人家的信鸽意外飞越了台湾海峡，被台湾南部乡间一位少女阿珍和她的爷爷收留。透过这只鸽子，海峡两岸的两个家庭产生了牵绊，建立起跨越两岸的亲情联系。片中台词直白露骨，比如祖父被角色含泪说出：“你总是让我等你，等你，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我真的不想再等了。”阿珍说：“我要带他回家。”李立群饰演的老人则来一句：“不死必归。”种种对白都在隐喻期待两岸团圆。电影最后传递出明确的信息：海峡阻隔不了一家人的骨肉亲情，终究两岸要一家团圆。如此赤裸裸的统一号召，连电影官方宣传都不避讳。早在上映前，家的方向官方微博账号就高调宣称，首部呼唤两岸早日统一，并频频转发央视新闻与解放军东部战区的相关贴文，给影片贴上浓浓的政治色彩。从任何角度看，家的方向都不像是一部纯粹的商业娱乐电影，而更像是为了政治任务服务的统战宣传片。李立群愿意接演，还带上女儿赌上这么大一部制作，确实让人好奇他的盘算。有人猜测，他是想通过这种表忠于统一大业的作品，来证明自己对中国的忠诚度，以赢回大陆官方和观众的好感。同时，如果电影成功，女儿李媛媛也能一炮而红，李家父女在大陆影视圈的地位将更上一层楼。如此一箭双雕的美事，难怪李立群甘愿押上老本。一家媒体披露，家的方向制作成本高达3000万人民币，约合新台币12亿5千万元，是一部投资不菲的大片。据传这笔钱里有相当部分是李立群奔走协调而来的资金，他本人很可能也有投入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这意味着李立群将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和财力都砸进了这场豪赌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骨感的残酷。电影上映后的现场状况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2025年5月23日，家的方向在中国院线正式公映。理论上，宣扬主旋律的影片通常会获得一些基本的排片照顾，至少保证票房不至于太难看。然而，家的方向却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水花。首日排片场次稀稀落落，观众寥寥。据中国专业票房数据网站统计，该片上映前3天累计票房仅有 1.9 万人民币，换算成新台币约不到8万元。这不是某个小城市的票房，而是整个中国市场加总的数字。到了上映第11天，累计票房也不过 2.2 万人民币，约新台币9万多元。可以说，整部电影几乎处于零票房的状态，全国观众加起来可能都不到几百人次进戏院观看。院线老板见状，纷纷撤下场次，以免浪费影厅空间。有些城市的影院甚至干脆一场不排，导致家的方向出现多起单日票房挂零的尴尬记录。在那段时间，中国电影市场总共有7部新片上映，而这部由李立群主演的作品成了最惨淡的国产片，票房一败涂地，自然引来各方议论纷纷。中国网友对这部电影也表现出罕见的一致冷淡，微博上几乎没人主动讨论家的方向，就连官方营销号的宣传贴文下面也是门可罗雀，缺乏转发评论。有零星留言也是吐槽影片质量，或表示对这类宣传题材厌倦至极。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说，这种题材的电影看腻了，没人买单很正常。还有人调侃，鸽子飞了4年终于飞回来，可惜观众连票都懒得买。中国知名影视自媒体靠谱电影君在点评中毫不留情地批评道，家的方向打着所谓聚焦信鸽文化的旗号，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烂片，观众早就对这套宣传桥段免疫了。该自媒体更直指李立群晚节不保，叹息他近年来烂片一部接一部，负面争议不断，早已消耗殆尽自己的口碑。至于他力捧的女儿李媛媛，演技和长相都十分平庸，连续在人鱼、地心危机、阴阳镇怪谈
以及家的方向等多部电影担任女主角，却没有一次能打动观众。总凭一句话，李立群父女的这场电影豪赌注定血本无归。对比起投入的巨额成本，家的方向最终回收的票房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，基本等于赔到倾家荡产。虽然影片本身政治标签鲜明，但它的商业惨败事实上也是市场纪律作用的结果。观众不是傻子，再多的主旋律口号也挽救不了糟糕的剧本和平庸的制作。家的方向从剧情到宣传都流于僵硬说教，毫无新意可言。即便没有李立群的争议加成，换作任何人主演都难逃失败命运。李立群可能未预料到，自己费尽心力拍出的这部统一大业诚意之作，居然在中国大陆遭遇如此冷遇。曾几何时，爱国主义商业片在那边市场可是捧红过《战狼》《长津湖》这样的卖座大片，但李立群的这部作品显然没能复制那些成功，反而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醒了他对自身号召力和观众口味的错判。最讽刺的是，他本想借着电影向北京表忠，讨好主流舆论，结果却证明连中国观众都不领情。李立群多年的演技威望和两岸人脉也换不来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票钱。随着家的方向票房惨败的消息传开，李立群的名字再次成为话题，但这次人们谈论他时多半带着嘲弄和惋惜的口吻。台湾舆论有人直截了当地说，舔共艺人的下场就是这么凄惨。他们认为李立群选择投入统战宣传，结果被市场狠狠惩罚，正是报应不爽。甚至有激进意见喊出要取消他的台湾健保资格，认为既然他自选立场，就该承担后果，不配再享有台湾资源。大陆那边部分网友也幸灾乐祸的讥讽，连自己中国人都不看你的片，可见你这舔共舔得有多失败。一时间，李立群票房毒药、晚节不保等标签满天飞。对比他昔日李老师的荣光，此刻的境遇无疑是落魄二字可以形容。在票房崩盘后，据传李立群本人心力交瘁，对外不敢发声，只能私下苦吞苦果。毕竟这次的失败不仅伤了他的面子，更极可能伤了里子。如果电影投入真有他的一大笔钱，那么如今很可能赔光老本。即便他没有直接投资，作为主演和主创，他也难辞其咎。今后恐怕再没有投资方愿意找他拍片，女儿李媛媛的演艺梦也随之破灭，连带着承受打击。可以想见，李立群父女耗费数年心血堆砌出的这个项目，如今化为泡影，那种失落和懊悔远非常人能比。更棘手的是，李立群在两岸的人际关系和事业根基也因为这连番风波而荡然无存。在中国大陆，他先是惹怒了一大批民族主义观众，后来又纵然表忠也无人领情，如今还交出这样一张难看的成绩单，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。曾经赏识他的导演制片现在恐怕避之唯恐不及，生怕攀上他这颗烂船时。在台湾，李立群早年累积的好口碑已经被他的政治表态消磨殆尽。演艺圈后辈或许私下仍敬重他的演技资历，但大众舆论对他多有微词。他已经多年未在台湾本土参与戏剧演出，和本地观众渐行渐远。一旦失去大陆市场，李立群想回头再在台湾发展也不容易。一来年纪大了，角色有限；二来他舔共形象深入人心，制作单位若启用，他可能会担心节目或影片受到争议牵连。因此，现实情况是两岸哪边他都回不去了。对一个年过70的老人而言，这样的处境不得不说相当凄凉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李立群真的罪该如此吗？还是说他只是时代夹缝中的一枚牺牲品？在他自己看来，他不过是爱乡爱国、努力求生存的老艺人，却被两边误解。但在滚烫的舆论场中，没有谁会静下心体谅他的复杂心情。两岸对立的加剧，让公众对演艺人员的政治表态格外敏感，明星的一句话都可能被无限上纲。李立群想左右逢源，两面讨好，到头来却落得两面不讨好，这正是当前两岸社会割裂的一个缩影。想保持中立做人，其实非常难。在民族大义面前，观众往往要求一个绝对立场，稍有摇摆便遭抨击。李立群这几年的急转直下，不禁令人生出唏嘘。
从防疫期间网友眼中慈祥幽默的李叔叔，到因一句话被贴上双面人标签，再到企图表中拍片却票房扑街，最后怒骂网友近乎失态，这位老演员的公众形象几经反转，最终定格在一个令人惋惜的结局。如果说这是报应，那也是他个人的选择与大环境合力造成的结果。一方面，李立群确实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，错判了形势，他试图游走于两岸之间，既不愿放弃大陆庞大利益，又想顾全故乡情感，最终弄巧成拙。另一方面，两岸关系的恶化和舆论的撕裂，让他根本没有缓冲余地。在这样的敏感议题上，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。李立群的遭遇也给许多身处类似境地的艺人敲响警钟。政治立场不是儿戏，观众的信任更不是可以反复试探的筹码。如今的李立群年过古稀，本该颐养天年，享受晚霞余晖，却不得不品尝众叛亲离的苦果。曾经高高在上的艺术人生涯，最终沦为笑柄，着实令人叹息。回首他的故事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演员的浮沉，也是两岸社会的一段缩影。一位艺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沉浮悲剧，提醒着我们，艺术与政治交织时，往往没有赢家。李立群以他晚年的凄凉际遇，为这堂课做了血泪注脚。或许对他本人而言，最终只能以一句自嘲来作结：戏演得好，不如站对边。只是这句话说来何其沉重，也为他的传奇人生平添无限唏嘘。